还记得师父之前说过什么吗？那你答应为师，不管发生任何事，好好活下去。我的爱你明白，古老的故事还在流传，因果循环早有记载，命运的红线交织牵绊，连接曾相遇。生有玲珑心之人，这二人唇齿相接，若心脏发光，便为真爱，可以开启转世之法。前世的夙愿若未圆满，就重来。悲欢镌刻在脑海里，几世的轮转，苦乐都与你作伴。重逢并不是偶然，是我为你而来的勇敢。我的爱你明白，生生世世只为你存在。我不怕命途多舛，只怕与你失散在人海。我不管对错黑白，你是我心中唯一答案。哪怕谁笑我极端，这是我情愿心甘。放心的时候，心跳慌乱，是你出生在我。师父，你不要离开我。前世的夙愿若未圆满，就重来。这一次，悲欢镌刻在脑海里，就当是本座还重逢并不是偶然，是我为你而来的勇敢。我的爱你明白，生生世世只为你存在。我不怕命途多舛，只怕与你失散在人海。我不管对错黑白，你是我心中唯一答案。哪怕谁笑我极端，师父，这是我情愿心甘。你醒醒，别在雪地里睡觉，不要闭上眼睛，不要留下想法。只怕与你失散在人海。我不管对错黑白，你是我心中唯一答案。哪怕谁笑我极端，这是我情愿心甘。为爱，为爱，为爱。师父。小翔，
小祥子，小祥子，醒一醒，醒一醒，小祥子，睡着了还掉眼泪，做噩梦了。我梦，我现在就去工作。哎呀，得，大可不必，坐下。方才啊，老朽去转面司看了一下小祥子和仙君在凡间历劫的面部，我的个红线儿啊！哎呀，看得老朽是潸然泪下呀，泪如泉涌，止不住，眼泪哗哗的呀。还有3天就是小祥子3100岁生辰，你何不借此机会，约着仙君相会于鹊桥啊？萌萌，我和仙君就只是历劫的仙友罢了。怎么会？仙君在凡间对你多好啊，玲珑心那可都是给了你的。仙君在凡间答应过小仙，不找我算账的。但是本座不是陆长空。若是情比金坚，但可义无反顾。凡间事凡间了，师傅再好，也只是凡间那次的师傅。出空仙君，老朽去弄点吃的喝的啊。坐下。仙君，别说话。你感觉怎么样？对仙君的感觉吗？本座是想问你，身子感觉如何？托仙君的福，小仙历劫回来之后，身体格外的轻盈，精神也格外的好。仙君这是在关心我吗？你我下凡历劫，与他人还是不同的。是啊，比别人夸张多了。什么玲珑心疾啊，灭门惨案，还有那个什么邪功都出来了。这个设定它是夸张了些，不过好在并非一无是处啊。就这个玲珑心来说，必得2个人合一了才能活。你说要是倒霉一点，20年都没见到我们。哎，不对啊，你是拿着画像寻我的，仙君，你是带着记忆下界的？没有。祥玉仙子，出空仙君也在啊，好巧啊！是啊，好巧啊！谢谢啊。福元仙子，此次历劫归来，身体感觉如何？我觉得祥云仙子历劫归来之后，元神得了增补，精神上佳。既如此，本殿便放心了。倒是本座有要事要与修明殿下聊聊。蓬莱居界。哎，小仙的问题还没回答呢。仙君吉祥，小仙上次问仙君的事儿，仙君还会回答我呢。所以圣灵教仙君是带着记忆下界的，对吗？
你不也喝了忘川水的解药，带着仙界记忆下凡？本座只是效仿之，算是咱俩扯平了。这么说，仙君让我种菜、做饭、捏腿、捶肩，都是有意为之喽？那你作为宋祥云的时候，不也是经常捏我的脸？本座只是略施小惩罢了。略施小惩？那仙君做师傅的时候，还差点用毒菌子把我送上天呢。把手给我松开！我不松。本座那是好心做饭，那是关怀，是大爱。那你还想取我心呢？那本座不还是将林路心给你了吗？我带了一盘上好的海棠花糕来，若是能有新鲜的花做点缀的话，那就太好了。唉，可惜呀，可惜喽。我就知道师傅不会怪我的。现在，本座不是你师傅。小仙知道，仙君不是师傅，也不是陆长空。小仙贸然前来，打扰仙君了，小仙告退。哎呦，疙瘩来了，不是仙君来了。仙君，初空仙君来这儿有什么事吗？还你。仙君来这姻缘阁，难道就只是还一个盘子吗？我日思夜想见一个人的时候，还需要别的理由吗？这探讨一下，不需要吧？哎呦，我去洗下盘子，把疙瘩解开啊。白天的话，其实本座还没有说完。本座其实并不希望你只把我当成师傅。你可还记得我们当初是如何结缘的吗？是小仙一时冲动，给仙君系上了牵丝引。如今经历了3次，本座想知道的是，作为祥云仙子，对初空仙君是怎样一份感情的？当然是仙。你要不好好想想，再郑重回答我。哦，正好，明日是你的生辰。仙君怎么会知道？我爱你
你就别管了，好好想想，明日你生辰的时候，本座再来要答案。仙君的意思是，明日会陪我一起过？本座其实还给你准备了礼物。正好拿你的答案来换。明日有时，本座亲自来姻缘阁接你。哎，等等，可是啊，小仙也有一个礼物要给仙君。明日见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。等会儿仙君来了，一定会被小祥子给迷倒的。祥云，祥云，你不要再走来走去的了，你走的我眼睛都晕了。你说仙君怎么这个时候还不过来啊？难不成有事耽搁了，还是睡过了，还是他根本就忘了？这才过了半炷香，那前天王和你见面的时候，也会迟来吗？他们平时会提前半天就过来。哎，祥云，祥云。你历劫归来后，为兄三番两次派人去请你，你都不动，怎么？是对为兄有什么怨言？不敢。若是没有什么其他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站住！此次历劫，你竟为了一个祥云小仙而死。是。那你可知道，你的元神因此遭受了极大的损失？前2次历劫的成果，尽数化为乌有。兄长为何不早点告诉我此事？每次祥云历劫归来，都有医官检查灵脉。若祥云在历劫之时为本座而死，元神便会受损，长久下去，他可能会元神尽灭的。他能助你修复元神，完成斩杀魔头的大业，也是死得其所。本君没有告知你，就是怕你因一时之忍耽误大事。真没想到啊！本座竟然也沦落到需要靠牺牲一个小仙，才能对付沧海的地步了。主公啊，一人为轻，苍生为重。那苍生知道此事的话，他们会怎么想啊？兄长此举与魔头沧海又有何异？主公。